2021年1月 ，Samsung 推出了在上半年最便宜的 5G 手机 A32 5G， 它还比当年旗舰机型 S21 系列早一天 announce， 起售价为999令吉，配备了 5G 大屏幕、大电池，似乎是当时在1000令吉以下最好的选择。那在我手上这台的呢，是 128GB 8GB RAM 炫目黑的版本。但3年后，这款手机在2024年还能跟得上节奏吗？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期视频。这不是一个要不要买的讨论，而是一个老朋友在我手中经历了什么，又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首先 A32 5G 采用 6.5 寸 HD Plus LCD 屏幕，采用水滴弧形的设计，是一个水滴屏，解析度为 1600x720p， 对比下来没有 AMOLED 好，也有在阳光下拍照取景亮度不足的缺点。因为只有720p， 在户外看萤幕内容时会比较辛苦，但是在室内使用显示效果不会很差，相比 A51 的 Super AMOLED LCD 的屏幕使用下来对眼睛会比较舒服，不过它没有支援防水功能。相对不满意的点就是边框很粗，还有一个屏幕的大下巴。后面机身的部分由 Plastic 制成，采用了一个仿玻璃质感的亮面处理机身，所以让它的表面看起来干干净净，但是很容易沾这个指纹。经过3年，它的机身特别是背部已经伤痕累累，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选错了保护壳导致。我一共帮它换了3次保护壳，所以选壳要慎重。边框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萤幕方面只是保护膜它有点裂痕，这个保护膜是很便宜的那种，几块钱都能买到的那种。幸运的是里面内件的 screen 没有事情，我也没有帮它换过。接下来从背面看，它的音量和开机键在左侧，同时它的开机键也是指纹解锁。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设计，它很直觉灵敏，它不用按压就可以解锁，又可以稳稳拿住手机。右侧是SIM卡槽， A32 5G 的卡槽虽然很大一个，但是一个3/2卡槽， 5G 加 4G 双待，或者是单SIM卡加 Memory 卡的组合。A32 这个 SIM 卡槽还可以弹出来，不像上一部的 A51 发生了一些事情。底下是很常规的 Type-C 接口，也有相当先进的 3.5mm 耳机孔。另外 A32 5G 是单喇叭，音量不算特别大声，但还算正常，在一般看视频听外放还可以接受，而搭配耳机就可以开启 Dolby Atmos 的音效。
系统方面 ，A32 5G 出厂预载的是 Android 11 One UI 3.1 的版本，在2024年也可以更新到 Android 13 One UI 5.0 的版本。芯片方面 ，A32 5G 采用7纳米 FinFET 制成的 MediaTek Dimensity 720这颗芯片，这颗芯片它是属于低终端的一个定位来的。很意外的是，它的使用体验相当的顺畅，比 A51顺畅很多。也有可能是因为 720p 的解析度，它不需要占用太多的性能，所以在日常使用会比较顺畅、比较快，用得比较舒服。玩小游戏没有问题，可能较大的游戏会比较吃力。讲到一个手机的灵魂，那想必就是摄像头。A32 5G 采用4镜头组合，主镜头为48 megapixels， 超广角镜头为8 megapixels， 2 megapixels 景深镜头， 5 megapixels 微距镜头。3年前的主摄和超广角镜头，如今拍照效果如何？废话不多说，直接看样张。那 A32 5G 拍出来的照片不算很差，色调还算漂亮，亮度很自然。不过清晰度在所有手机里面呢，它不算很好，但是对得住它这个价位。超广角镜头的画质看起来中规中矩。来到录影方面 ，A32 5G 最高可以录制 4K 30fps 的影片，但不支持防手震，也没有 Super Steady 防抖功能。以下提供一些实录片段供大家参考。A32 5G 搭载了5000毫安时电池，15W的快充。那到2024年的今天，它的表现究竟如何？那首先我没有为它换过电池，然后这部 A32 5G 一直以来都是开着 Data Hotspot 一整天的，没有关过。而以我个人的使用下来，我一天至少会充2次电。每次都是在20多%开始充到85%，大约在1小时30分钟左右。那我相信，如果没有开着 Data Hotspot， 续航可以达到12小时或者以上，甚至可能2天一充、1天一充的程度。就如它的模特名一样 ，A32 有 5G 功能，在2024年的马来西亚 5G 正在普及。挑购厂商呢也有不同的 package， data 也好 ，WiFi 也好，
都有不同的 package， 所以现在呢，有一部 5G 手机也是再合适不过。但很遗憾的是，前几个月我把我自己的 5G SIM card cancel 了，我现在没有 5G data 或者说 WiFi 来走这个 test， 所以这个测试我现在还不能做，有机会我会补上。整体来说， Samsung Galaxy A32 5G 以一款入门机来看，给的规格也相当的划算。6.5寸大萤幕，5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又保留了先进的 3.5mm 耳机孔设计，也准备好了支援 5G 年限。在2024年，甚至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以备用机来说，它是足以应付一般日常生活当中所有所需的功能使用。它可能不是一部最新款的旗舰机，但3年的经历赋予了它独特的性格。别忘了点赞这个视频，并且 subscribe 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